神户和牛被称为日本3大和牛之首，它是日本神户地区非常特殊的一种牛，主要来源于特定的黑色淡马牛品种。今天我们吃到的这个牛已经是在日本第一梯队的牛了，它家如果不好吃，那可能真的就没有好吃的和牛了。但是由于它有非常严格的饲养标准和品种的要求，所以它的产量极其之低。早在2009年就被美国媒体评为世界上最高级的9种食材之一。剩下8种我们之后再吃吧。今天的废话也很多呢。今天我们去的这家店就是一家非常高级的神户和牛怀石料理店，这里它只有包间，就是主打一个神秘。小菜是小贝沙拉，中间有几根小肋条，但它这个是烟熏，只能感觉到口感很柔软，再加上蛋黄酱，它这个酱像咸咸的蛋黄，加了很多奶油调制而成。可以看下一盘菜是我们的前菜拼盘，不愧是怀石，真的很丰富的一碗菜，一口吃4个菜。和牛寿司的纹理真的很好看，嚼开之后就是一块奶香的寿司。这个是杏鲍菇牛肉饼，它是一坨炸牛肉和豌豆丁儿和一个杏鲍菇一起炸的，是一种非常高级的炸不出来的味道。鹌鹑蛋加牛筋，它下面那个是用牛筋磨碎之后做成的东西，好丰富的前菜。然后是清口用的番茄，很像广东葱油鸡的那个料。吃完前菜之后是今天的意面，它看上去真的很像西餐版的豌杂。它就是用最高级的食材来做最家常的料理。它在奶油里面加入了白松露，然后再裹上和牛的肉末，会有很浓郁的奶油香和白巧克力坚果的味道。细细的意面也很挂汁，不会很腻。还有只能再上一份这个就好，这个特别的好吃。接着喝一口下午汤，就要进入今天的正题了。现在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个国家最高级的和牛了，还端来了一份米饭，这个真的太日本了。然后这个像布丁一样的东西，它是一盘固体的酱油。这个肉在切开的一瞬间，就虽然我已经阅牛无数，但它还是很惊艳。最外面的一圈都是脂肪，有纤维感的瘦肉，只有中间的一圈。大家来吃牛排的时候，第一口我的建议是吃沙拉，完了之后你再去吃里脊。它脂肪的那个部分吃起来很像是红烧肉的皮和瘦肉中间的那个部分，太油腻的部分已经被烤走，剩下的脂肪就是能增加香味的部分。再来一坨，我们这次可以加一点它那个固体的酱油在上面，让表皮的温度去融化它，这样吃起来的口感真的很好，吃出了一种烧烤的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你来一点米饭真的会很香，酱油、牛油、脂肪块，神户和牛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吃到之后嘴巴里的牛油它会久久不会散去。他家的蔬菜都有一股很浓的牛油味，像是四川干锅里面的蔬菜。然后就开始我们的里脊吧，里脊肉吃起来的感觉就是柔嫩，本来不该有那么多脂肪，但因为它是神户牛，所以它的每个纤维里面会混着非常均匀的脂肪，就是嚼起来会很油润，牙齿把它咬开就会有一丝一缕绵密的感觉，是有齿感的棉花糖。牛排配饭永不靠岸，我推荐在你把牛肉吞下去之前就包一口饭在嘴，它会裹上饭粒更好吃。最后再来一个焦糖布丁，吃起来会有一点点没融化的白糖的颗粒感，最下面是红豆豆类自身的甜味和鸡蛋布丁的甜味真的很配，好吃。最后的水果是脆柿跟提子。今天最大的感觉就是他们把所有的重心都放在了主菜上面，最主要的就是能让客人体验到最顶级的神户和牛这种精心烹饪过的味道，就是能很快让你感受到好的食材加上匠人的手艺是多么的美好。阿基推荐指数9分。冬天的一口麻辣牛肉能有多爽？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今天就是一个什么感受到了来自海底捞的召唤。它真的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店，就是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你只要有一段时间没吃它，就感觉得来一顿。从来没有在海底捞拍过一次视频，感觉非常的推荐它。大家的站点应该都不一样，我的是这个，我吃了3年，配方是这个，很久没来的先尝一下新品吧。点的锅底是新出的纯牛油锅，据说是因为没有其他动植物油，所以闻着超级香。但是我一个成都人为什么要点鸳鸯锅呢？因为等会儿要烫豌豆点儿。开始吧。第一排是川式香辣滑牛肉，这个菜感觉就是成都人的辛巴，烫到刚刚好的时候夹起来，它就会鲜嫩多汁，每一口都很满足。我不开玩笑，第一口真的要给它。冬天来口牛肉，一口我就迷糊了，因为这个菜它真的很像可乐，第一口非常的宝贵，而且马国料的肉再用牛油煮了之后，它会更辣，它滑嫩的那个程度很像滑在牛肉里的牛肉。好麻，我真的太麻了。然后是牛板腱，好厚啊。可以了，不能再多煮1秒了。它这个吃起来比刚才那个还要嫩，但因为它其实本身没啥味儿，你才能真切的吃到牛油锅底的味道。不得不再夸一句，这个纯牛油锅底，它真的比之前的香很多。就像是我第一次吃到动物奶油，真的这什么都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开胃。用嫩牛肉裹满那个料，这样吃最爽。这一瓶美美抹茶牛乳也是新品，它是草莓抹茶牛奶的结合，它好浓的牛奶味，又解腻又解辣的感觉。然后还有个新品是牛肉丸，这个它不会爆汁，但是会越嚼越香，就是牛油的味道会被嚼出来，牛油口香糖，它那个缝隙里还可以看到汤汁，牛肉味道的实蛋。我吃火锅还喜欢点腰丝，以前我喜欢点腰片，但是后面觉得腰丝嗦起来更得劲儿，而且感觉这样更入味儿。牛油真的让所有的菜都变得更好吃。我还一直很喜欢吃海底捞的毛肚，不是那种发的，你从那个毛肚上的尖尖就能看出来，烫到微微卷的时候就可以了，又脆又韧，每一口都嘎吱嘎吱的，它就像一份荤贡菜。然后是肥羊卷，我一直觉得肥羊卷比肥牛更肥，煮火锅会更香。最后怎么可以没有豌豆丁儿呢？它真的不是四川人的滤镜，它就是又有蔬菜的香味，又有千层蛋糕的口感，夸张了，你们快试试吧。感觉最近天气降温很猛，大家在注意保暖的时候，在冬天和朋友约一顿暖心暖胃的海底捞也很开心哦，给你牛气和数不尽的惊喜。阿基推荐指数8分，嘎威尔。法式鹅肝作为世界3大奢华美食之一，在法餐里面它有很高的地位，但是直到我遇到了今天这家餐厅，这里一个汉堡可以买麦当劳11个汉堡。和牛跟法肝都是2个国家最具代表性的食材。
把它俩做成汉堡，一口下去的热量能有多高？又到了吃汉堡的日子。这家店在潮人非常多的元素，感觉走到哪儿都会犯潮人恐惧症。哦，原来日语里面有虎视眈眈这个词。すみません。もう一人を増えていいですか？4人で。店里的装潢也非常的法式，一点不像汉堡店的样子，但它的菜单确实只有汉堡。4500块这个汉堡，好高级啊！这个地方甚至还会在上汉堡之前上一份很正式的沙拉，但我是真的吃不来，所以我们一共点了4个汉堡。端上来的那一瞬间真的很劲，因为它是和牛的肉做的，所以它在煎肉的时候那个油香就特别浓，然后服务员会在上面铺上一整层黑松露，感觉这一盘就只差鱼子酱了。汉堡胚用的是烤过的油面包，上面还涂了一层黄油，肉饼这种微微焦脆的感觉是最好的。它这个鹅肝也是真的很夸张，法餐厅里正餐都吃不到这么大一片，上面还淋了一层牛排酱，它整个这个汉堡就散发出一种吃一口胖3斤的感觉。开始了，我还是很期待这一口下去。它这个甚至让我想起了塞尔达里的烤肉。继续吃汉堡。下嘴之后，和牛的油跟鹅肝的油会直接混在一起，又因为它用的肉是100%和牛，所以吃起来不会有那种松散感。你如果优雅的分开吃的话，就吃不到那个油和肉混合在一起的那个味道了。黑松露酱和鹅肝的油都会有点微微的甜，这个时候如果上一碗白米饭，一定要把鹅肝的油挤上去。可能有人会问，鹅肝到底什么味道？我觉得其实比较像刚炸好的猪油渣，但质感又更接近双皮奶，就是有种感觉在巴黎铁塔下被那个当地的人追的感觉。再配上油面包那个脆脆的皮，整个嘴巴里都是高热量的油香。虽然像喝了一瓶油，但是还想再炫一个。油面包真的很香，掉出来的肉渣还可以蘸一点黑松露酱，好下饭啊！这酱是那个汉堡的精华啊。麦当劳一个汉堡400日元，这个一个汉堡4500，可以买11个。阿基推荐指数8分。卡维尔。古时候的日本人就很喜欢吃寿喜烧，甚至连日本金字塔最顶端的那个男人都亲自来吃过。这什么排面啊？他们家的一片肉5830日元。OK。今天我们去的这家店，就是从1869年开业至今154年没敢关过，这不废话吗？天皇老爷都来吃过的店，我为什么要关啊？所以管不了那么多了，快上车！这家店位于京都，也是我们在日本的第2个据点。我们又到吃寿喜烧的日子啊！怎么每次到吃寿喜烧的日子我都很开心啊？我是不是好店都会配上这么一个悠长的隧道啊？换好鞋子，跟着小姐姐。你就会被领进一个硕大的包间。它这个地方点菜非常传统，用的是那个直连座机，然后最贵的肉是5800一片，点好之后就会上小菜，5个开胃小碟，有牛肉沙拉、土豆沙拉、一小块甜笋、一小块豆腐，最后一个小蛤蜊。吃完这个还有个前菜啊，不过是很好吃的和牛寿司，而且它的这一片很厚很肥，和牛淡淡的奶香一下就会让人开胃。最后是一碗煮的青花鱼饭团，很日本很清淡，可能是为了接下来修正味觉吧。吃完之后，小姐姐马上就会来做寿喜烧，用牛油刷好锅之后，铺上一层白糖，就直接这样下肉，主要是要让和牛的脂肪和糖一起融化，然后再倒入料汁。京都寿喜烧那种独特的鲜甜一下就会冒出来，然后直接把带着热气的肉淹没到蛋液里，这种时候就是最好吃的。他们家的这个一片肉真的太大了。我们朋友还要吃饭了。那种焦糖再加上寿喜烧料汁的味道，你很难做到不往嘴巴里面塞米饭，就像拉面必须配上叉烧。下了一半，直接一口了吧。和牛裹上无菌蛋液之后，稍微嚼一下，和牛的油脂香就会蔓延在你整个口腔里。如果你觉得腻，可以来一筷子小银鱼盐白菜，味觉修正。然后第二锅因为要下蔬菜，所以下了2片肉，加了菜之后，熬出来的料汁的味道会变得更好。其实，在第2碗我一般喜欢用和牛卷的葱根吃，而且是那种脆脆的葱根。我真的很想端着这个盘吃，葱跟那股微微甜的味道，就是给和牛物理提鲜。煮到这个时候的豆腐也很入味了，基本上就是一个筷子轻轻一夹，碎成2半，再蘸上一点蛋液，你甚至都能尝到豆子的香味，像是用面包蘸奶油蘑菇汤。煮到最后的魔芋丝已经变得很软了，它虽然本身不入味，魔芋丝也是寿喜烧里面最卷蛋液的。蛋液也很香，吃到一半你还可以换一碗新的蛋液，这种茼蒿里面夹着一点魔芋丝，也有一种脆弹脆弹的感觉。我还专门拿了一片牛肉烤到了最后，它已经是一个焦褐色的状态了，但是它特别的入味，所以要多裹一点蛋液。这一片130克，你下肚再加2口米饭，就是至高的满足。京都的寿喜烧就是缓缓的用牛肉的香气慢慢塞满你的胃，最后再来一个甜品，非常的爽。而且推荐指数9.5分，卡维尔。